生活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不抓住幸福，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把我倾注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是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会看到我。我陈浩天说得到，做得到。如果我再打电话给你，我就不是男人了。爸，哎，大姐还没回来啊？是啊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要12点了。那么晚了，你大姐什么都没带，没钱没信用卡，都不知道她在外面怎么样了。我觉得你还是先回房间睡吧。如果大姐回来看到你在客厅，等下她打消这念头也不好嘛。你也知道，你大姐是名宅女，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。她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呢，我真的是很不放心。我看我还是到外面去找找她吧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工作了一整天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哎，爸，你自己开车小心一点哦。知道了。你的前途包在我身上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哎，条件啊？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啊。好，经理听你吩咐。我喜欢你的态度。我知道儒雅一直独自在进行可丽喜这个计划，他不愿意跟人家分享，他想要撇开我，还有其他同事，在总裁面前争取表现。不是的，经理。别急，别急，让我把话说完。其实人往高处爬是没有错的，这我也不会怪他。可是我们可是一个团队，儒雅做到这个样子太不漂亮了。不是的，经理。其实柔雅不是这样的人，
之前有几个 project，柔雅都做得非常的好，我们公司里的人也都看到她的努力跟付出，然后呢，柔雅也把全部的功劳归功给整个团队啊。这次不一样，可利息的专案，总裁非常重视。啊，谁能提出令总裁满意的点子，肯定会获得重用。柔雅不相信我，也不相信其他同事，所以这几天他刻意避开我们，但是他非常相信我，因为你对他来说不是个威胁，所以我要你把柔雅明天准备呈现给总裁的内容，一五一十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。经理，你想说你不知道是吗？好诶，你犯不着为他人做嫁衣裳。那你为他保守秘密，他升官发财，你得到什么好处？一点都没有。你明天收拾包袱滚蛋之后，他马上把你忘得一干二净，因为你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。所以你说，成全他重要，还是你自己的前途重要？经理，我知道你对柔雅有幻想，这我不怪你。漂亮的妹妹谁不动心啊？柔雅很清楚这一点，也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，让你对她死心塌地。不，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柔雅真的不是这样的人啊！你不要太天真了，你真的以为柔雅这么善良吗？如果她不是在利用你的话，那她为什么不把自己已经有男朋友的事告诉你呢？什么？她有男朋友啊？其实应该说是未婚夫才对。她未婚夫在外国深造，听说就快回来跟她结婚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柔雅要结婚了，真的还是假的啦？不会吧？哎，你干嘛？走开啊！干嘛了？你哭了？没有啊。那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是啊，我眼泪跟鼻涕一直流，头快要爆炸了。那肌肉啊、骨头啊有没有痛啊？有啦有啦。那会不会是骨痛热症啊？哈？啊什么？前阵子环境局说这里已经列入了骨痛热症的黑区，得到骨痛热症不是开玩笑的啊，全身肌肉都很痛，特别是头啊。那八成应该是啦。哦，头很痛，我头快要爆炸了。那我们去医院吧。啊？不用了，我睡一觉就可以了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得到骨痛热症不是开玩笑，会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不堪一击啊？陈浩莲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话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我们去医院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啊？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早点睡。以为我生病是假威风。打扰到你吧？不会不会，进来进来。哇，一大早见到你倒是有点意外。柔雅也住在这间医院里，
哦，是吗？我要7点半接他出院，那我看时间还早，我先来看看你。哦，听说大姐把你推倒啊？你大姐是无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看见你爸爸传来的短信，说你大姐还没回家。老爸昨天晚上就去找她了，直到凌晨才回来，还是没有找到。真是伤脑筋。你没事吧？观察期已经过了，终于可以下床来了。昨天他们怕我会晕倒，要我一直待在床上，辛苦死我。浩威，我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啊？来，我看一下。不错，真是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啦？我平时的穿着去上班还不是都这个样子？那，跟你的穿着没有关系，是一种气势。气势？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吧？傲气面对万重浪，热血像那红日光。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？碰到以前的我，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今天是我离开公司的日子，你记得吗？7天前，你跟我说，陈浩威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不应该问怎么可能，应该问为什么不可能。就冲着你这句话，我忍受耻辱回到了公司，而且我做到了。做到了。昨天晚上，经理亲口跟我说，只要我愿意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留在公司，而且他会重点栽培我。真的？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条件就是我要出卖柔雅，我答应他了。Good morning 。不好意思啊，担心你还没有睡醒，所以没敲门就进来了。没吓到你吧？没事。哇，才刚过7点，这么快连衣服都换了？赶着回公司嘛。Evan， 你没看到我发给你的短信吗？看过了，你说不用来接你，8点在公司会面是吗？不过我记挂着你嘛，所以特地早点过来接你去吃早餐了。不好意思，Evan， 我已经约了浩威7点半来接我了。那还不简单，发个短信给他，叫那个笨蛋不必过来哦。不好吧？我等浩威。柔雅，亏我对你一片痴心，你却对我这么绝情啊 ！Evan， 别再开玩笑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开你玩笑了。其实请吃早餐的不是我，是总裁。总裁约我们吃早餐，他说不要那么拘束，改成早餐会议，边吃边聊。那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最多我跟他说你还在病假中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你好好休息吧，啊。Evan， 不错，我把柔雅的点子告诉他，好让他在总裁面前抢尽风头。但是你有所保留。我告诉经理的只是柔雅觉得不满意的，还有待进步的地方。所以真正的内容并没有透露出去。没有。那个坏蛋经理没有怀疑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跟他讲的那些部分，他还挺满意的。更何况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胆小鬼，根本没有违抗他的意思。更何况他还答应让你留下来，并且会好好的栽培你。那个死经理以为我这么好骗，这么好收买，我才没那么简单呢。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柔雅的。你终于拿出男子汉的勇气了。柔雅知道这件事吗？知道，我跟他说了。他有什么反应？他也没想到经理会这么做。柔雅其实没有一点意思想独占功劳的，他只是觉得经理这样的举动让他非常心寒。所以他决定瞒着那个经理，等他在会议上兴致勃勃把人家的成果占为己有，以为会得到总裁的赞赏时，才公开真正精彩的部分，让那个狡猾的经理措手不及。对，其实柔雅早就受不了那个经理的骚扰了，她想借这次机会彻彻底底的摆脱他。
你好像一直都在为柔雅设想，那你呢？我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？当然有想过啦。如果经理知道是我耍了他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我离开那是必然的嘛。看来的确是这样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如果能够帮到柔雅在总裁的面前得到赞赏，而且可以帮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话，我会尽心满意足了。虽然我离开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不过我已经帮到柔雅了，而且我已经找回自己的自信心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是吗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不再是一个胆小鬼，不再是一个笨蛋。我会永远记得把怎么可能变成为什么不可能。太好了。徐满意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不会有这种想法，更别说有那个胆子去对抗经理了。所以我今天早上来，只想跟你说声，谢谢你，徐满意。好，这声谢谢我就接受了。太好了，一大早起来就听到这么好的事，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美好了。不过这么美好的结局，好像也来得太容易了吧？现在的电影，坏人都是这么容易被打倒的吗？柔雅，柔雅被接出院了。啊？护士说，半个小时前，柔雅被一个男人接出院了。一定是那个死艾文啊！柔雅说，为了预防他的怀疑，就说8点跟他在公司碰面。他怎么这么早就把柔雅接走了？坏人果然没有这么容易被打倒。打电话给柔雅吧。哦。手机呢？Ivan，我手机在你那儿吗？是啊，请把手机还给我。我在开车，等一下吧。你为什么拿我的手机啊？刚才我帮你拿手提包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，手机掉了出来，我捡了就直接放进裤袋里。Sorry 啊，忘了还给你。不可能，我的手提包是关紧的，手提电话怎么可能掉出来啊？哦，那就奇怪了。麻烦你找个地方停下来，把电话还给我。还有，我想立刻回公司。几点开会9点。如果那个 Ivan 是把柔雅接回公司，那还好，就怕……你是说他会阻止柔雅去参加会议啊？你以为他不会这么做吗？不是的，他会的，这种卑鄙小人一定会这么做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傲气面对万重浪，热血像那红日光。OK。但是铁打不如金刚，雄心百千丈，眼观万里长。你带我来公园做什么？来呼吸新鲜空气啊！总裁的早餐会议是你编造的。Ivan，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？柔雅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一番好意。那你待在医院10多天，一定是闷坏了，所以我特别安排艾伦来陪你。你要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气，喝咖啡，吃早餐，或者开车去兜兜风，艾伦一定会照办。我只要回公司。也行，你尽管吩咐艾伦好了。不过这一点，他会不会照做，我就不敢担保了。你要阻止我去开会？你本来就在休病假，拿 MC 是不用上班的。那今天会议你就不要出席了。等会议一结束，我就让艾伦送你回家。Ivan，你不能这么做。
可利息的 project 我努力了好几个月，今天的会议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席。努力的不止你一个人，全公司上下为了这个 project 都拼了命。我知道你很卖力，也知道你很想在这一次的会议中有所表现，所以刻意避开我，不想让我知道你想法，想把功劳归于自己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倒是你每次都把大家努力的成果占为己有，让上头以为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不过 IT 这个行业是非常现实的，做到40岁仍然还做一个部门经理，那我很快就会完蛋了。我要升级，我要当副总裁，不，我要当高级副总裁。原来你是要剽窃人家的成果。All the best to me。对了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，要不然 Alan 会好好的照顾你。不，柔雅有回来吗？啊，经理啊，经理，丽莎，会议室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Good。经理，柔雅呢？她不是说今天得回来公司开会，可是yes。你跟那个最后一天上班的人说，要他把职员证交出来后马上滚蛋，别让我再看到他。听到了吧，陈大卫，自动一点啦，把证件交出来，马上离开。经理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晚上不是答应我你会让我留下来，而且会栽培我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来，把刚才的话大声再说一遍。说，不敢说，我来帮你说。各位，陈浩威说，我昨晚答应让他留在公司，还说要好好的栽培他。你们说有这么可能吗？陈浩威，你是在发梦还是得了妄想症啊？其实我真的很同情你，为了这份工作死缠烂打。之前赖着要多留7天，现在期限到了，还赖我说答应让你留在公司，还要好好的栽培你。你没有这份工作，你会死吗？不要笑人家。Ivan A， 哎呀，我知道你很贱，但是没想到你贱到这种地步。有种话你给我再说一遍。你手不要指我，我一点都不怕。我不在乎这份工作，我也无所谓你整天怎样看我。我刚刚所说的一切，只是为了要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到底贱不贱。我发觉到你不但贱，你是个超级大贱人。Shut up, you！ 你们还在看戏？马上通知保安，我要让他再踏进公司一步，好，把他赶出去。是，就是戏啊！等一下，我要问你一件事情。你用你吃能力把他赶出去。有远的 ，Shut up, you！ 都别烦了。哎，求求你们了，放开我吧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，哎，总裁，哎，Mr. C，Mr. C， 哎，总裁，Mr. C，Mr. C， 若要有更好的概念，你听一下嘛。Alan， 我飞美的班机是下午2点，包括办手续。我还有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。我没有任何的行李，但是
我希望能够带着一个非凡的构想上飞机，能够让美国那边的合作伙伴对我们另眼相看，增加投资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业绩连续8个季度下滑，我们必须要走出这个困境。如果非美之行失败，那我们的前景将更为暗淡。我一直到今天才开这个会，是要让大家努力到最后1分钟。你们都是我挑选出来的公司精英，今天我让你们自由发挥，既可以组成团队，也可以靠个人的力量争取表现。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，只要有叫人惊叹、能够让我心动、让我兴奋的想法，就是我的人选。不用PowerPoint，也不需要任何的数据，直截了当的说出你们的奇思妙想就行了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所以我会不客气的阻止那些浪费我时间的人。喂，学妹阿姨，柔雅一直下落不明，我打她电话，她一直没有接啊。我现在被赶到公司外面，连大堂都进不进去。会议已经差不多开了半个小时了，我还像一个傻瓜一样坐在大堂外面，一点法子都没有。总裁开完会就要去美国了，柔雅再不出现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这问题是我现在根本都不知道柔雅在哪里啊。学妹阿姨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嘛？学妹阿姨，连你也没有办法吗？我一直以为只有你才可以帮得到我。你总是那么的神奇，别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你都可以办得到，我爸还封你为神奇女侠呢。每次当我很绝望、毫无头绪的时候，我都会想找学美阿姨吧，她一定可以帮你的。不过我知道我太强人所难了，所以我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现在所碰到的这个问题，就算有真正的神奇女侠出来，她也一定会束手无策的。学妹阿姨，我还是不麻烦你了。陈浩威，你与其啰啰嗦嗦、废话一大堆，不如冷静下来，想个好法子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解决不了问题的人。学妹阿姨，我就知道你有办法的。喂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然后呢？你啊什么？你不是说这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解决不了问题的人？然后呢？然后，没有然后了。哈？学妹阿姨，我在等你教我如何解决现在这个问题啊！你这家伙，还需要我告诉你吗？很显然的，你现在能够做的只有傲气面对万重浪，热血像那红日光，胆识铁打不如金刚，雄心百千丈。我都叫你不要。我发愤图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啊！每天要自强。学妹阿姨，你的意思是叫我凭自己的力量闯进去啊？你终于听明白了，陈浩威。没错，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取代柔雅，直闯会议室，把你们的构思告诉总裁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今天总裁开的这个会议，叫来的人全都是一些精英，我连跟总裁讲话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只有柔雅才可以。只有柔雅才能办到是吗？那你去把柔雅变出来啊！我不知道柔雅在哪里，但是我知道她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浩威，闯进去吧，要不然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。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陈浩威，怎么可能可以转为为什么不可能？同样的，我不行也可以转为我一定行。昨日种种，比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比如今日生。你想不想甩掉昨日的陈浩威，脱胎换骨，变成一个全新的陈浩威？当然想啊！大声点，坚决
你想不想脱胎换骨，变成一个全新的陈浩维？我愿意，我要。好，去吧，不要关掉手机，我在这里给你打气。好，水美阿姨。冲了！冲啊！傲气面对万重浪，热血像那红日光。胆识铁打不如金刚，雄心百千丈，眼观万里长。我发愤图强，做好汉。后面几下，浩伟鼓励他来。傲气面对万重浪，热血像那红日光。胆识铁打不如金刚，雄心百千丈，眼观万里长。我发愤图强，做好汉。徐阿姨，我已经在电梯里面了，快没有信号，等下再说啊。喂，Good luck， 加油啊！我希望我的构想能激发 Mr. Sim 还有在座各位的灵感。我的报告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确实对 Ivan 的构想非常的满意，谢谢你啊 ，Mr. Sim。但是非常的可惜，你有好的开始，却没有好的结束。因为他只知道这么多总裁。陈豪威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没资格来这里发言呐！你给我走！走！不知道，其实我已经保留最精彩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出去！总裁你好，我叫陈浩威。其实呢，这次的构想根本不是阿明想出来的，真正构想者是柔雅，但是他却阻止他不来开会。You shut up, you! Mr. Sim， 这个人他工作表现差劲，被我开除，他怀恨在心啊，对我很不满，还说要对我不利啊，所以在这里搞破坏哦。要动骂you， 走！总裁，你给我2分钟嘛，出去。等一等，你是不是刚才在楼下叫我的那个人？是的 ，Mr. Sim。让他留下来。Mr. Sim， 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笨蛋来的，你不相信？你问我所有的员工，他是不是超级笨蛋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？他是不是笨蛋？2分钟后我会知道的。柔雅，谢谢。Ivan Eng， 若雅，你回来了。我刚刚打电话给 Alan， 那个笨蛋被我骂了一顿。我家好好照顾你的。照顾我？你不要再假惺惺了。我真的没想到你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耍出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。我知道会议已经结束了，你的奸计大概已经大功告成了。现在你又想摇身一变来宠好人，对吗？我错了，若雅。这一次我真的做错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。你干嘛？放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柔雅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，我还要养老婆、养孩子，还要照顾一个70多岁的老妈，还有一个弱智的弟弟。我已经40岁了，如果被炒掉的话，我就不能再进入这一行了。我没有其他技能，丢掉工作就等于死路一条。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吧？柔雅，浩威。
总裁非常喜欢你的 idea 嘞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需要你陪我一起去 airport。机场？对啊，总裁说在他飞之前呢，想请我们吃顿饭。吃饭？对啊，我们先走了，然后再来。等，好诶，柔雅，请你们两个给我一条生路，请你们在总裁面前帮我说几句好话，拜托啊 ！Stupid. I'm stupid. Yeah, I'm stupid. 我出去了，拜拜。艾妮，加油！抓我你！放手！你妹的，是我！张国强，住手！张国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当然是来看你啦！住院那么大件事都不让我知道，还好我打电话给梅登丹呐。你现在头怎么样啊？只是一点小伤，难道要昭告天下？你们两个刚才在做什么？打摔跤？谁先动手的？他。陈凯，什么事？他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你去见护士，我便帮你招呼他。我知道他很担心你，所以并没有隐瞒你受伤的经过。他一听到是慧心推倒你，便大喊一声“你这混蛋”，然后便向我扑了过来。张国强，你好端端的耍什么流氓？我哪里有耍流氓啊？我前面进来本来张国强，我前面本来就想质问他，为什么没有管好自己的女儿，让你受伤，没有好好的保护你？为什么让你受伤？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？那我刚想开口，他就突然来个双龙出海。喂，你来势汹汹，我当然下意识用双手阻止你啊！你哪有阻止我？你看我完美化解了你的双龙出海，马上又来一个罗汉锁喉，掐住我的脖子，我很痛呢。哎，是你先掐我，我才掐回你的。你先掐我，我肯定是你先掐我。是你先掐他，还是他先掐你？都是一场误会 ，OK？ 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呢？没事，还有点痛。你来医院戴什么墨镜？你以为你是大明星还是黑社会啊？哎！哇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你出手也太重了吧？是我打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你要把我打成这样，你先去少林寺学个10年8年的。张国强，你是不是又去参加私会党打斗了？没有啊 ，Madam， 你什么都可以不信，但是你绝对不能不相信我洗心革面、重新做人的决心。你这伤难道不是跟人家打架造成的吗？哎呦，我都跟你讲没有喽。我去追一个阿龙，然后他转身突然给我一拳，就这样了。你跟阿龙借钱？不是啊，是我那个没用的老爸，他赌钱赌疯了，外面连续借了好几组的阿龙，他们上门泼漆就算了，还要放火烧屋子。我一气之下我就过去抓他们了。谁知道那个阿龙停下来，突然转身给我一拳。怎么没告诉我？小 Madam，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你是理不完的。要不是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，我才懒得理那个混蛋老爸。就算他在外面被阿龙砍死啊，我都不会给他收拾的。其实之前有人说会帮我摆平这件事。你老爸那笔阿龙债，我帮你顶。我也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借他钱。我只需要你帮我1年，1年过后，这笔钱就算还完了。另外，你应该得到的，我1分钱都不会少给你。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我跟人投资，搞了一艘赌船停在公海上，我需要人帮我护送赌客来回，还有打理一些 social escort 的生意。social escort。
龟公，你要我去做龟公？我是有 license 的，正当生意。我对你有亏欠，才给你这个机会。机会？当然是机会。你以为我随随便便 offer 人家这么好的工作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不过我真的不需要。哦，对了，我走出监狱的那一刻，我跟自己说过一句话，就是我不会再干非法的事，也不会交你这种烂朋友。说得好，张国强。很多人就是受不了诱惑而犯罪，拒绝诱惑需要决心，你能做到不容易。Keep it up， 张国强。Yes, madam. madam， 我们可以换个话题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真的在和这个安哥交往？喂，什么安哥啊？你叫谁安哥啊？不叫你安哥叫什么？叫阿公啦，要不要？你说话放尊重点啊！你怎么说也是偶像级人物吗？跟这种平凡又不起眼的人，我平凡可是有内涵。有内涵，但是不配。与其关心这种无聊的事，倒不如想想怎么解决阿龙的问题。报警了吗？哼，报警有用的话，阿龙就跟恐龙一样灭绝喽。怎么会没有用？你知道监狱里关了多少阿龙吗？哎呀，那些都是跑腿的，抓走一个又来一个，永远都抓不完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幕后黑手永远是躲在幕后的。你放心啦，我有办法。你会有什么办法？那我答应你的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安哥，哎呀，安哥不要这样，怎么看我都比你高，比你帅，是不是？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啊，好好照顾好 Madam。周夫，小美 ，Madam， 我先走了。我们搞创意的，我们都是在家或是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联系工具。我刚在跟一个员工通讯，你知道他接了 project 跑去哪里吗？阿拉斯加。他说那里他才有灵感。我不要绑住你们，我要让搞创意的员工有真正的自由，没有上班时间，没有上班地点，你要在海底工作都可以。你需要完成的事情只有2件：第一，把工作做完；第二，让客户开心。That's it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轻松，看看别的设计人的作品，你很快就会忙了。喂，啊？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抱歉，你马上就没得放松了。我秘书刚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们的 top designer 发生车祸进了医院，所以他的工作需要你来做。他做的是什么工作？就是为一间泰国的度假酒店负责全面的设计工作，包括招牌啊、纪念品等等之类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。我对自己的眼光有信心，你放心，我们在泰国的设计师也会帮助你。我必须飞到泰国去。对啊，而且今天就要飞了，因为明天早上有个会议。这么急啊？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很好，那我现在帮你订机票。不过我需要回家拿护照，我担心。你家人会阻碍你吗？家人有时候挺麻烦的。我的做法就是尽量避开他们。我都说了，我要加班的。什么？弟弟进了医院啊？怎么会这样的啊？那你，是不是老婆打电话来问你为什么还没有下班啊？不是的，
你对老婆要坦白啊。副总啊，这真的不是我老婆打来的，刚才的电话是我妈妈打来的。你想用这烂借口离开啊？不是的，副总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把工作完成的。笨蛋 ，Ivan，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是把工作做完就行了，你要做的 perfect job。Do you understand？